启禀陛下，说，杨坚一路被齐军围困于晋城之内。下去吧。是，陛下。果然不出朕所料。杨坚，你不是很有本事吗？看你这次如何脱困。齐军撤退的井然有序，把能够带走的东西都带走了。我们攻下的只是一座空城，别说粮草了，就连一只耗子都没有。靠我们带来的粮草，恐怕连半个月都熬不住。主帅，晋城易攻难守，我们若没有粮草补给，死守晋城太难了。岂止是难，守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。不如我们集中兵力冲杀出去，再另寻他法。皇帝既然命我们守在这里，自然有他的用意。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能放弃晋城，否则也是让兄弟们白白送死。报告主帅，北城有敌情，去看看。快快快！快是。伽罗，你这一招从天而降，真是把我们给吓坏了。我们还以为是仙女下凡了呢。若是别的女子做出这样的事，我会很奇怪。但我这个妹妹这么做嘛，我就觉得太正常不过了。哎，幸好我俩眼快啊，要不然他们都成刺了。你们两个就一唱一和的损我吧，快点吃，吃完了才有力气冲出去。啊，我没说要冲出去啊。必须冲出去。刚才我们来的时候已经探得很明白，敌军已将晋城包围得很严实，而且他们的粮草带够了1个月以上，但他们又迟迟不发动攻击，这很明显，他们是要将你们活活困死。其实我们的粮草还够半个月的，只要我们能够守得住，我相信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。你是在等皇帝来救你们吗？皇帝命我们坚守在这里，那我们便一定要守下去。若是我们自作主张，改变计划，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战局。这不仅是皇命，更是军令，我们一定要服从。别赌气了，你是要验证皇帝对你的情谊，却拿大家的性命去赌。那若是皇帝不来呢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情谊？皇帝为何不来啊？这皇帝的部署，本意是让有实力的将领们从各个方向进攻齐国，可没想到齐国军队虽然元气大伤，但却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弱，反而将我们的军队逐个击破。这便是所谓的哀兵必胜。皇帝攻的是最难攻的邺城，可如今却无半点消息，很有可能他们眼下也深陷苦战，等待救援，但也无法传出消息。近来确实一直没有皇帝的消息，而且我们再这么守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恐怕他还没来，我们就先被饿死困死了。大郎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见机行事，方为领兵行军者首要之责呀。是啊，眼下形势严峻，皇帝虽然计划得好，但他的计划能顺利进行的前提是他那边先成了，再过来从外包抄围困你们的齐军。好吧，既然是要协助皇帝，那就不能墨守成规了。我们想想办法，准备突围吧。齐军人多，不能硬拼，得智取。伽罗，你可有什么好法子？卢子墨和罗平已从北国请到8000精骑军前来协助我们，再加上吴大哥的弟兄和我随国公府善战的门客，前来援助的兵力可达10000人，而且我们还准备了足够的粮草。好，既然现在我们要与他们会合，那就这样，我带领一小部分精兵，挖地道出去，从后方包抄齐军，而大哥你，则带着伽罗和其他将士从城里出发向外冲，咱们便来个内外夹击。
成功了。别耽搁了，我们快去救皇帝吧。吴大哥，便有劳你护送伽罗回长安了。你就放心吧。走。走。陛下，援兵到手，我们有救了。秦。陛下，臣救驾来迟。受兹明命，此番灭齐之战，诸位将领皆劳苦功高，朕按功奖赏，以彰功勋。柱国大将军高九，赏银钱2万铢；柱国大将军尉迟九，赏银钱2万铢。车骑将军杨素，赏银钱1万铢；四平将军独孤善，赏银钱8000铢；中间将军杨整，赏银钱8000铢。钦此。谢陛下。此番灭齐，功劳最大者，乃隋国公杨坚，故而加封杨坚为柱国大将军，赏银钱3万铢，赐美妾4名。先去谢恩，回头再说。谢陛下。今柱国大将军灭齐有功，皇后赏彩帛50匹。另外，这4位美妾是皇帝赏赐给柱国大将军的，您也一并收了吧。臣父领旨，谢皇后。皇后千岁，千岁，千岁。老奴等告辞。见过姐姐。杨夫，将这4位姑娘带去客房歇息。务必好好招待。是大夫人。诸位请随我来。客官，您的菜齐了。哎，你如今受了皇恩，理应高高兴兴回府庆贺。你拉我来这儿喝什么酒啊？你觉得我高兴得起来吗？是不是为了那4位美人的事情，怕伽罗怪你？嗨，
其实这事儿吧，伽罗应该能理解，虽然他不一定接受。别说是伽罗了，我都接受不了。他明知道我与伽罗的感情如此深厚，他还硬塞给我4位美人，他什么意思？二弟啊，这个嘛，你看啊，臣子有功，皇帝赏赐大臣，珠宝啊、美人呐，这都是很正常的。你别多想了，来来，喝酒喝酒。他就是想离间我和伽罗的感情。上次建成之事，其实他是何想法，我们都心知肚明。但是我劝自己，可能是我想多了。建成我去了也守住了，还把他给救了。我以为我跟他的恩怨可以就此了结，直到今日他赐给我4位美人，我才知道是我自己太天真了。这事远没有完。所谓的兄弟，走到头了，回不去了。算了算了，别想了啊。那4个美人不要也罢，谁爱要谁要去。来，我陪你喝酒。伽罗，我们走吧。去哪儿？离开长安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去哪儿都好。可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哪有我们的容身之地啊？总之，走得越远越好，越远越好。你真的想好了吗？伽罗，只要有你和孩子们，其他我什么都不要，什么都不要。参见陛下。免礼。谢陛下。陛下，臣此次前来，是特请您免去臣柱国大将军一职。这是为何呀？柱国大将军乃是至高无上的荣耀，臣没有能力担当。此次灭齐，你是最大的功臣，别人不知道你的能力，朕还能不知道吗？臣只不过是数位功臣之一，而陛下封赏臣的却是最多。在朝堂上，人人皆知，陛下与臣是结义兄弟。臣只怕众人诟病陛下徇私。谁敢这么说？朕要了他的脑袋。陛下越是对臣好，臣便越为难。在其位却不能服众，是臣莫大的耻辱，还望陛下成全。可朕无缘无故撤你的职，如何跟百官交代啊？臣连年征战，早已身心疲乏，无法担此大任。陛下可调臣远离长安，到贫乏之地，为国效力。你的意思是，称病辞官？正是。贫乏之地是指何处啊？定州贫瘠，连年灾害，臣愿前往治理定州。看来你很坚决，朕也不能强人所难。看来只能同意了。谢陛下。还有一事，陛下可否收回那4位美人？阳间实在无福消受。哼，这又是为何呀？臣与结发妻子独孤伽罗曾有过誓约，此生只爱她一人，
此生只娶他一位妻子，不敢有违誓言。男人3妻4妾很平常，伽罗心性大度，他不会说什么的。臣愿接受抗旨之罪，也不能接受这4位美人。朕不同意。朕的赏赐，说收回便收回，以后如何一言九鼎？你还是好生收着这4位美人吧。陛下若不同意，臣便会一直请求，直到陛下回心转意为止。日前，隋国公请辞柱国大将军一职，朕本不是强人所难之人，故朕以应允。这怎么回事啊？陛下，隋国公乃我大周不可多得的将才，万万不可应允他的请辞啊！臣附议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高公、尉迟恭，你2位先不要着急，朕话还未说完呢。隋国公请辞，是为了替朕去治理贫乏之地，故朕决定任命隋国公杨坚为定州总管，不日即可上任。隋国公，你意下如何？谢陛下成全。终于都结束了，甚好啊，甚好。陛下心里结束，那才是真的结束吧。皇后，你想说什么？真正的结束是不在乎，不在乎，便不会管他在哪里。如今准他们远走，恐怕不是不想见，而是不敢见吧。这不敢见，恐怕才是最大的在乎。朕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若是不明白，那倒好了。唉，大哥大嫂，我舍不得你们，我要跟你们一起到定州去。四郎，父亲临终前将你托付给我们照顾，我们当然要带你走了。啊，那太好了！哎，你舍不得大哥大嫂，你就舍得我们呀？这长兄如父，长嫂如母，父亲母亲到哪儿，我自然便跟到哪儿去了。家里突然就少了这么多人，你们还没走，我便开始难过了。又不是生离死别，有什么好难过的？他们兄弟几个自小一起长大，从未分开过，自然会难过。还是二嫂通人情。哎，我觉得公主说的有道理，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，用不着太难过，说不定过段日子我们就回来了。二弟、三弟，以后我不在，杨家便交给你们了，一定要好好守住。大哥放心，我们一定为杨家争光。
不丢人。但要切记，谨言慎行，切不可太露锋芒，以免招人记恨。放心吧，大哥，我们都明白的。当家不易，蓉儿与公主，这个家日后需要你们多多操劳了。二嫂管家可不比大嫂你差，大嫂你就放心吧。没有，大嫂你放心，蓉儿自当竭尽全力，定会做得更好的。大哥，路上小心啊！若是有机会，我们会去看望你们的。大嫂，到了定州，一定要保重身体，万事多加小心，那里不比长安。多多保重啊！好了好了，不哭不哭啊，乖乖。哦，是不是舍不得你二叔他们啊？真是苦了孩子了，这么小便要跟着去定州那苦寒之地。放心，没事的。只要一家人能够一起平平安安的，就一定会渡过难关的。对。圣旨到。隋国公，皇帝有旨。隋国公杨坚忠孝仁义，战功卓著，乃我大周肱骨之臣。今奉旨出任定州总管，望卿审视风俗，知民所求，除其苛政，抚育英图，作民父母，宣民教化，为大周诸州郡之楷模，方不负朕一片苦心。钦此。臣领旨。隋国公莫急，皇帝还有旨。卿为我大周立下汗马功劳，然定州偏远难行，特恩准隋国公幼子杨广免去奔波之苦，恩养宫中。年纪稍长后，为太子伴读，以彰显卿之功及朕待卿之心。隋国公，快谢恩吧。安公公，阿广还这么小。隋国公，国公夫人，你们这是要抗旨吗？不要与自己为难，更莫要让皇帝为难。来人，抱走。等等，安公公，让我去跟皇帝说，阿广他还这么小，他不能离开父亲母亲。安公公，我还有这么多家人留在长安，还不够吗？事情到了如今地步，说什么都没用了。你们与我僵持，也无济于事啊。为了你身后的这一大家子，放手吧，抱走。不行，大嫂，不可以，大嫂，不要抢走我的孩子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行不行，不要带走我的孩子，我求求你们了，不可以，我的孩子。什么太子伴读？这分明就是将阿广留下来做人质。小大声。大哥，二弟，伽罗，兄弟们都想来送送你们，知道你们途经此处，便都在这候着呢。各位兄弟，有心了。二弟，来。杨兄，此去定州路途遥远，要不就由我们兄弟护送你们前去吧。吴大哥，你们就放心吧，应该不会有事的，不必劳烦各位了。哎，以防万一嘛，万一有人欲图对你们不利呢？高大哥，我没有什么仇家，放心吧。高大哥，
阿广被留在了长安，这已经是最好的保障了。啊？这个皇帝，伽罗，你放心，长安有我们，阿广，我们定会照顾好的。大哥，那我先多谢你了。哎，跟我何须客气？来，喝酒。一路平安，一路平安。撤！撤！大哥，我去求了皇帝，他也恩准我与你们同去定州。大哥，你本不必如此的，你好不容易才熬到今日。正是因为我好不容易才熬到今天，所以我才知道什么对我最重要。如今对我来说，你们是最重要的，所以不必劝我了。既然大哥已经决定了，那便随我们同行吧。诸位，我杨坚何德何能，得诸位如此对待？此生无憾，我们后会有期。我们走吧。忍辱负重，卧薪尝胆，朕终于得来了这天高云阔。如今万里山河在握，却为何活得像笼中困兽？杨坚，朕还是最记恨你的。你明明是臣子，却功高盖主，令朕不安。可朕的江山若没有你，恐怕也只是海市蜃楼。风起乍寒，日暮渐晚。伽罗，我们原本可以携手共望大周山河的盛景，奈何一别过后，归不可期。下官定州刺史耿康，恭迎杨总管。耿刺史不必多礼。 3日前，下官便收到禀报，说杨总管即将到达定州，所以特地在此等候。有劳耿刺史了。不知前面可就是定州界内了？正是。那就有劳耿刺史为我们带路。是。请。大嫂，你看，这堂堂定州刺史，居然连匹像样的马都没有。别乱说话。 到别人的地方了。求求我的孩子吧，给我的孩子一条生路吧！公子，杨总管有所不知，定州地处偏僻，本来耕地就不多，最近几年又赶上连年大旱，粮食几乎颗粒无收。官府的囤粮呢？ 可有拿出来救济百姓？就算是正常的年份，除去上缴朝廷的赋税，定州府能余下的粮食本就不多了。能拿的，下官早就拿出来了。如今定州府的粮仓，怕是连耗子都不来了。这种情况有多久了？可有向朝廷禀报，请求赈灾？下官已经多次向朝廷禀报，可是，这些年朝廷屡屡出兵，军粮都不够，哪还有余钱？ 来赈济旱灾。我以为大周这几年日渐殷实，各地皆有发展，没想到还是有这样的地方。说这里是人间地狱，也不为过。其实若不是大旱，定州也不至于如此。将这箱子搬到南面的屋子里，小心点啊！来来来，慢着点儿。这定州
果然如耿康所言，早已被掏空了。别说是囤粮了，就连今年的赋税恐怕都拿不出来了。这赋税拿不出来，还可以上书朝廷。眼下当务之急，是如何能让百姓吃饱饭。是啊，恶极生恶，再这样下去，恐怕定州会大乱，到时候，你又无端端有罪了。依我看啊，与其想那些没用的，不如将眼前之事做好。我如今既身为定州总管，便该让定州的百姓过上好日子。我看这定州其实田地并不少，只是因常年干旱，所以土质贫瘠，这收成自然也不会好了。所以眼下最重要的，便是要修渠引水，灌溉农田，肥沃土质，这才是重中之重。这可不那么容易啊，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的。我们如今多的不就是时间吗？哎呀，慢点儿，下来，别往高处爬了啊！哎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再不下来，我就抱你去喂虫子。人家常说啊，孩子的眼睛是最纯净的。我看允儿和丽华似乎很喜欢这里，说不定定州是个福地。虽然如今满目疮痍，但是我相信凭你的才智，一定可以大展拳脚，造福一方。奔波了这么久，现在好不容易可以歇一会儿了。佳洛，你说这定州的夜真是静啊。佳洛，若是往好处想呢，你看咱们现在像不像是在郊游啊？听你这么一说，倒是真的像了。此刻若是再有2个琵琶，那可真是锦上添花了。宇文护留有一批藏金，正在定州，欲寻其所在。必先知迦兰陀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好自为之。何人会来送这封信？这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，均为宇文会当初所留下的线索。莫非藏金真的在此？但来者何人？有何目的？此事太怪异了。之前我们一直围绕这几句佛语寻找藏金，以为与佛家最相关的便是寺庙。直到前些日子我读佛经，才知道迦兰陀也一直逐远。若说指代之意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会不会是指流水？水，似乎有这个意思。连起来便是水边的竹林。这倒像是个可藏东西的地方，不过光有竹林是藏不了的。佳洛，你说，会不会那旁边还有什么山洞？佳洛，要不这样，我们立刻去找一找，在定州地界是否有符合这些条件的地方。杨总管，我们发现了累累白骨，这个是从死者手中找到的。耿兄，在这附近可有竹林？山的后面河滩旁是本地最大的竹林。好，耿兄，你在此处清理一下，我和佳罗过去看看。好，继续清理。大佬，这死人手中怎会有金子？
莫非与藏金有关？那人死前手里紧紧握着金子，这说明他不想被人发现。之前我们已经找了2处竹林，都没有结果。我觉得这第3处很有希望。我只是觉得这一切来得太顺利，会不会是有人故意设下圈套，引我们入瓮？大佬，伽罗，我在前面的竹林旁边发现了一处山洞，快随我去看看。我们走。走。伽罗，你们看这边。石门，在山腹之中立石门，必有蹊跷。此门非常坚硬，绝非蛮力可以推开，必定有什么机关。小楼，你们来看，进去看看。晋国公府的令牌，找了这么多年都未有收获，竟然以这样的方式找到了。他们有水路将这些财宝运过来，就避免了在官道上留下任何蛛丝马迹。这里有人迹罕至，很难被人发现。果然是藏金的好地方。看来河滩上那些人，都是当年替宇文护运送财宝和修建石库的人。事毕之后，便被杀人灭口。没想到今日将我们引来的，恰恰是这些尸骨，真是天意啊！宇文慧，没想到吧，我还活着。老天留下我这条命，就是为了让我找你们报仇雪恨。这个地方我已经布满了炸药，只可惜我父亲攒下的这笔金银财宝，马上就要与你们一起化为焦土了。宇文慧，炸了这笔藏金，你靠什么生活？哼，想必偷生的这几年，你也是游手好闲的，靠这笔藏金过活吧？我宇文慧胸无大志，这些金银财宝对于我这个已死之人毫无意义，倒是用来引你们入瓮，报我宇文家的血海深仇比较值。今日就是你们的死期。宇文慧，有了这批藏金，你便富可敌国了。你大可以自己占地为王，到时候连皇帝都奈何不了你。我根本没有心思做这些。我宇文慧变成如今的模样，都是拜你们所赐。你们别妄想拖延时间了，这个地方人迹罕至，根本不会有人来救你们。我现在就送你们去死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
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我们不是一直在追查宇文护的藏金之所吗？如今终于找到了，宇文慧也中箭身亡，从此宇文护一家再无任何危险。你们为何还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？藏金是找到了，可接下来？接下来，自然是将藏金运出来，上缴啊！上缴给何人？皇帝啊！你们的意思是？原本确实该如你所说，这笔藏金该上缴给皇帝，再由皇帝支配于你。可如今皇帝刚愎自用，重用赵月等奸佞，只怕这笔藏金最终会被奸人所利用。自灭其后，皇帝野心日盛，一心想攻打陈国，只因国库匮乏，难以支撑，才一直未能成事。若是他知晓了这批藏金的存在，只会增强他攻打陈国的决心，最终受苦的是更多的百姓。是啊，眼下的确不是上缴藏金的最佳时期。那便再等等吧。好，但是如今这笔藏金再放在此处已经不安全了。我们能找到，只怕其他人也能够找到。眼下能藏匿并保护这批藏金的最佳人选，便是徐大哥你了。徐大哥，你不要忘了，这批藏金珠也有你们家族的一份，如今也算是物归原主了。接下来就有劳徐大哥守住这批藏金，以待来日用之于民。好，徐卓，定当竭尽全力。杨坚总管定州期间，得独孤伽罗、独孤善以及定州刺史耿康从旁协助，并取出部分藏金，用于定州的治理，以改善民生为第一要务。兴水利、均田地，男女老幼各有其田。独孤伽罗以教授妇女刺绣，又得徐卓相助，卖往各处。一段时间后，定州百姓耕者有其田，住者有其屋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人口大大增加，成为大周的富庶之地。杨坚离开长安后，宇文邕下令以儒为本，禁佛道二教。周国境内容佛焚金，驱僧破塔，毁寺4万，强制还俗僧道尼达300万之众，绝大多数人无田地可耕，无生计可谋。一时间，北周四处动荡，民心不安。转眼过去，定州在杨坚的治理下物阜民丰，杨家的几个孩子亦长大成人。杨丽华亭亭玉立，杨勇英勇神武，杨坚与伽罗也已适应定州生活。闲时弹琴作曲，上山狩猎；忙时处理政务，夫唱妇随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参见陛下。朕交代你的事情，办得如何了？回陛下，连日来，微臣亲自暗访定州，发现定州确如一些大臣所说，已到了夜不闭户、路不拾遗的地步了。百姓安居乐业，人人称杨坚为恩公。他杨坚可谓是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。恩公，莫说百姓了，就连朝中的一些大臣，也因这几年定州赋税上贡最多，私下里对他是大加赞赏。如今这个人，可谓是声名日盛，众心所向啊！众心所向。定州的兵都还安分吧？表面看来，定州兵力寥寥。杨坚平日除了处理公务，便是弹琴狩猎，并不关心公事。不过杨坚与独孤伽罗此二人皆心机深沉，是否有别的心思，那便不是微臣敢妄加猜测的了。但此二人能于短短时间内，在一方站稳脚跟，
得一方百姓拥护，实在是不容忽视啊，陛下。哼，小小杨坚，何足为惧？这是朕的天下。杨坚他再有通天的本事，也只不过是朕手里的一只蝼蚁。他再不翻腾，也在朕的鼓掌之间。陛下说的极是，不说别的，就说那杨广在宫中为质子，他杨坚就不敢有其他想法。王曰：孟子见梁惠王。王曰：走不远千里，必将。孟子对曰：王何必曰礼？亦有仁义。古人曰：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王家。世庶人曰：何以利吾身？上下交争利，而国威吾身。走不远千里而来，亦有人有而疑曰：何以利吾身？太子诸位公子，一定要将方才教你们的内容再用心诵读一遍。我去就来。啊，好，是太傅。哎，嘿，方才你是不是想向太傅告密呀？没有。我告诉你，最好是没有，不然本宫饶不了你。哎，一会儿太傅那儿也靠你帮我们应付了。你可别出卖我们，呆子。你们做什么？这帮臭小子，他们又欺负你了？没有，他们没有欺负我，我们只是在玩闹。玩闹？我刚才都看到了。你呀，你同你母亲一样，要强。我母亲什么样，我并不清楚。阿广，你不能这么说。你要知道，留你在长安，你父亲母亲那是情非得已。你要理解他们，不要怪他们。我没有怪他们。高伯父，太傅快回来了，你先走吧。啊，太傅。太傅，好了好了，你不必再帮他们找借口了。这个太子啊，太不像话了，太不像话了。哎，好了，接着念，再念3遍啊。孟子见梁惠王。王曰：好，好，来，快来！哎，你看他们，哎呀，累了吧？来，吃个水果。殿下，今日咱们给太傅下药这事儿，是否过分了点儿？这要是被杨广说出去，我父亲会扒了我的皮的。杨广啊，哼，他不敢。就是，一个无父无母的弃子，能做殿下陪读，就应该感激不尽了。若敢告发殿下，那他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哎，我们今日出来玩，就别提那些无趣的人了。杨广他以前都不敢，今日更不会例外。对，没错。喝酒吧。来。哎呦，宝贵，本宫今儿就这儿歇了，这儿歇了啊！咱们回宫歇息，回宫，殿下。回宫睡就回宫睡，走。殿下，殿下您慢着点儿。
走，你都不知道今日我们喝的什么酒，宝贵，全程只此一壶，还有好多美人伺候我，你在宫里都没见。陛下，宝贵，本宫还没成为陛下呢。哎呀！混账东西！干什么去了？父皇，身为东宫太子，不思进取，贪图享乐，诗书礼乐一概不懂，治国之道更是无从谈起。文不能治国济世，武不能上马安邦。如今居然学会偷出宫喝花酒，若不是太傅告诉朕，朕又要被你骗了。我，宝贵！你今晚就跪在这儿，好好想想，如何纠错正身。不到天亮，不许起来。你为何不早说你？殿下，陛下让咱跪着呢。殿下，太后，微臣不是早就说过，凡事要隐秘行事，不可张扬。你这不是明摆着惹陛下生气吗？今后宰相出宫，交给微臣安排，保证万无一失。还是你最懂我呀，太傅。陛下心里明白就好，此事不可张扬啊！好，微臣不宜久留，如有需要，随时召唤。太傅，那你快回去吧，啊，去吧。又在想阿广啊？也不知他如今过得怎么样，吃饱了吗？睡得好不好？开不开心？关于他的一切，我都想知道。我也想念阿广。我为人夫，为人父，却不能让你们母子团聚，过上太平安稳的日子，是我的错。是我错了，我该处理好与他的关系，我该阻止你进宫的。伽罗，若是像你这么算下去，人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，做什么都不对，出身是错，出生也是错。说到底，终归是因为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，所以做什么都是错的。也不尽然。在这千变万化的世道当中，若是我们能把握好机会，未必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。伽罗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会想尽办法，让我们全家人平安团聚。我信你。大郎、伽罗，你们看谁来了？高大哥，二弟呀，哎，哥哥想死你了。高大哥，伽罗，你还好吗？好。
这位是灵儿。灵儿，快见过你杨叔父、杨叔母。高龄见过杨叔父、杨叔母。你看这孩子，这孩子都让他父亲给惯坏了，一点女儿家的样子都没有。我看他很有高大哥年少时的风采。哎，那是自然了。丽华、永儿，来。见过义父义母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孩子们都长这么大了。哎，你我一别多年，这孩子可不就长大了吗？可不是嘛。哎，今日看到你们夫妻二人过得如此安逸，我这做大哥的心里就放心了。哎，大哥，最近长安如何呀？孩子们都进屋去吧。灵儿，来，跟我们去屋里吧。丽华、永儿，好好招待灵儿。来，大家都坐吧。坐。大哥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自从你们离开长安以后，这皇帝啊，就再没人能劝说他。他先是下令禁了佛道二教，又命那些僧侣尼姑通通还俗。二弟，你说如此众多的人，他能去哪儿啊？现在可倒好，令大周动荡不安，隐患甚多。我看啊，如今也就你们这定州地界还算安稳。他终究还是这么做了。这文武百官，竟没有一个可以劝谏的吗？哼，大郎，如今这皇帝啊，早已不是当初我们认识的那个三弟了。我每次劝谏，他不是爱答不理，便是出言斥责。现在好了，干脆连面都不让我见了。怎会如此？嗨，不见就不见吧。二弟，你大哥我就是粗人一个，若是哪天说错了什么，他不得砍了我脑袋呀？哎呀，这样也好。再说皇帝要出兵伐陈，我这次回去之后，也就要准备出征了。高大哥，你要率兵伐陈？是啊，如今陈国招兵买马，不断在两国边界制造事端。不过说起来，我也好久没打仗了，这次我一定要杀他个片甲不留。你这次一定可以再立战功的。哎，二弟，还是你了解我。高大哥，你和夫人远道而来，我与伽罗一定要尽地主之谊，好好招待你们。今夜就留下来，咱们不醉不归。好，咱们就不醉不归，喝。大郎，在想什么？其实这些年来，我心里还是放不下一件事。私自留下那批藏经，始终是觉得有违为臣之道。你说我这么做，是否算是不忠不义？这些年皇帝待你如何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况且你这么做是为了百姓，此为大义，可不拘于小众。有你懂我，那就够了。我们回长安吧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杨广，其实我也恨不得立刻回到他的身边。但是你忘了，当年我们为何会来定州了吗？所谓伴君如伴虎，更何况你们之间早已心生嫌隙。且如今皇帝到底变成什么样，我们并不清楚。我怕你这次回去又横生灾祸。长安本就是个是非之地，若不是因为阿广，我一辈子都不想再回去。可是为了他，即便有再多的祸患等着我，我也必须得承受。我心里明白你想出征，可主动请缨，我认为并非是个好主意。你这些年疏于军事，就是为了让皇帝对你少点疑心。若你如今贸然主动请缨，只怕皇帝会对你有他想，到时
恐怕更难回长安了。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可如今似乎别无他法，我只能赌一赌。二弟啊，了不得呀！若是让三郎听了，他都得甘拜下风啊。这是什么曲子呀？听得我热泪盈眶的。这是我为伽罗做的帝后。帝后，帝后，哎，你是说你与伽罗的感情犹如这大地一般厚啊？这哪是如大地一般厚啊？这分明就是比大地更厚嘛！你们就继续取笑我们吧。这哪是取笑，分明是羡慕才对。哎，你这话说的，好像咱们俩不恩爱似的。真的决定回长安了吗？回是一定要回的，只是还未想好怎么回。父亲、母亲，不如就让我跟随义父一同出征吧。等建功立业了，我便可以求皇帝让我们一家回长安了。永儿，你为何会有这种想法？母亲，其实你与父亲说的那些话，我都听到了。我也明白父亲如今的处境。无论父亲怎么做，皇帝都有可能不允许我们再回长安。与其这样，不如就让我去试试。我还年少，皇帝对我没什么疑心。等我建功立业了，我便求皇帝让我们全家回去。再不济，让我回去照顾阿广也行啊。好孩子，你的心意母亲都懂，但是你年纪还小，战场凶险，我不能让你以身犯险呀。母亲不能让一个儿子去为另一个儿子冒险。就是啊，这要去啊，也是我去。你不是说你最讨厌出征打仗，这辈子一次战场也不想上吗？为了阿广，我愿意试一试。永儿真的是长大了。永哥哥人如其名，真英勇啊！哎，你还别说，这还真是个办法。如今皇帝对两个孩子的戒心，肯定不如对你们的重。先是广儿，现在又是四叔和永儿，我们家一直这样四分五裂的，以后我一定要让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圆的。丽华，不论在哪里，家人的心在一起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可心在一起，人不在一起，也不是团圆啊！我实在不愿意这样颠沛流离下去了。被人安排来安排去的，就像个提线木偶一样，自己的命运都无法由自己决定。臣高炯，草民杨爽，草民杨勇，参见陛下。高将军，这是何意啊？回禀陛下，此二人乃定州总管杨坚之弟杨爽，与长子杨勇，他们自幼习武，英勇果敢。臣斗胆恳请陛下准奏，让他二人随我一同出征伐陈。恳请陛下恩准。哼，原来是杨家的人呐！快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多年未见，你二人出落的仪表堂堂，气宇轩昂，很有杨家的风范嘛。只不过高将军啊，你征战多年，应该知道这沙场凶险万分啊。这二位都是杨坚的亲人，若是有什么闪失，你我岂不是愧对兄弟？这时候你知道是兄弟了。
你说什么？启禀陛下，我杨家世代德穆皇恩，理应报效朝廷。如今陈国不断挑衅，我身为大周子民，又岂能只顾自己而不顾国家？况且陛下如此看重家兄，杨爽便更应该上阵杀敌，方能报答陛下对杨家的恩德。启禀陛下，杨勇不才，但自幼随父亲与四叔习武练剑，熟读兵书，想的便是有一日能够披挂上阵，为大周尽一份心力，还望陛下恩准。陛下，如今正是我大周用人之际，杨家又是一门忠烈，请陛下放心，杨爽和杨勇必不会辜负陛下厚望，还请陛下恩准。既然你们有如此报国之志，朕若再不恩准，倒显得有些护短了。那朕便准你们所奏。谢陛下。全军听令，杀！此番大败陈军，你二人功不可没。朕特封杨爽为正五品右小公伯，杨勇为正五品中士上士。诸卿都应当以杨坚为楷模，不仅自己能上阵杀敌、建功立业，还能为我大周培养出后继之才，以保我大周千秋万代。臣叩谢皇恩。平身。谢陛下。陛下，臣有事启奏。说吧。启禀陛下，陛下独尊儒，禁佛道二教，本意是想让僧尼还俗，以促进农耕不织。然而多年下来，却并未见到显著成效，反而杨坚治理下的定州却是成绩斐然，大有所为。此番征战虽大败陈国，但我方亦有损伤啊。高将军，臣在。将士的抚恤事宜，你可安排好了？回陛下，都已安排妥当。陛下，关于定州，那就好。陈国兵败，已无力再与我大周对抗，他们已派使者来求和。朕考虑过了，两国交战必定还是劳民伤财啊，所以此次朕会答应陈国的求和。众卿以为如何呀？臣等无异议。怎么了？没事。阿爽与允儿立下战功，我们终于有望回长安与阿广团聚了。你为何看起来反倒心事重重呢？哪有心事重重？我现在高兴得很呢。你别多想了。虽然明知一定得回长安，却也知前路艰险迷茫，对吗？当我决定回长安的那一刻起，便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。不过，我倒真的舍不得在这里的日子。这几年，
过得平安又喜乐，恐怕以后再难有这样的日子了吧？其实呢，只要身边有你在，去哪儿都一样。此次若真能回长安，我们一家人便再也不分离。这是新做的曲子吗？只做了一半，还不是太满意，请夫人帮我想一想。陛下，听说你不肯让杨坚夫妇回长安，你是不想见独孤伽罗，还是无法释怀？好端端的，提他做什么？其实臣妾心里还是高兴的。不管如何，你不让他们回长安，那独孤伽罗便不会再出现。你看看你自己，哪里还有皇后的大度与谦和呀？陛下，朕是天子，万事都要以大周的子民为重。杨坚跟随朕多年，讨伐齐国，诛杀宇文护，屡建奇功。朕将他贬去定州，他不但毫无怨言，还亲力亲为，将定州治理得像模像样。像杨坚这样不可多得的臣子，若朕不肯厚待，怕是会寒了满朝文武的心呐。陛下，那你为何又不让他们回来？杨爽、杨勇征战，高炯积极配合，便是为杨坚回归而铺垫，实在是有些欲取欲求啊。朕必得冷冷他们，先抑后扬。陛下，你是不是还忘不了独孤伽罗？朝堂之事，跟女人有何干？你我夫妻多年，你心里想什么，我也略知一二。你又何必自欺欺人？这个世上，不光有爱与恨两种感情。朕可以选择淡漠，不管不问，无怨无尤。皇后，你不必多说了。这满口堂皇不过是自欺欺人。伽罗，朕要如何才能将你放下？之前您交代的在定州兴办私学之事，下官已经着手在办，估计下个月便可以在两家学塾开始广纳寒门子弟了。学问是不分贵贱的，我们要让寒门弟子也能有读书识字的机会。今后的定州就要靠他们了。大郎，伽罗，怎么了，大哥？皇帝下旨了，让杨坚携家眷回京述职。恭喜杨总管，杨夫人。耿兄，定州日后的大小事务，便全都交给你了。您不在，
只怕定州的事务一时会陷入混乱，定州的百姓也会舍不得您呐。我自然也舍不得他们，只是有些事情，不是我们能决定的。下官明白，像您这样能力出众的人，是该回长安大展拳脚。此行，也不知是福还是祸。逃避不是办法，唯有正面应对。此番回去，千万要行事低调，勿再引起皇帝的注意，我们杨家才能平平安安。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希望他肯放过我们，还我们一个平安完整的家。不过想想，我们终于能见到家人了。臣杨坚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随国公免礼，谢陛下。随国公啊，你一路辛苦了。能再度进京面圣，臣感激不尽。朕当年派你去做定州总管，盼的就是你能帮朕治理好这一方土地。你果然不负朕望，在定州开水渠、灌良田、推均田、促布支，短短时间，便让定州的百姓安居乐业，也为朝廷缴纳赋税。不仅如此，朕还听闻，你近日在定州兴办私学，此乃造福后代之举啊！谢陛下谬赞。微臣愧不敢当，微臣只不过是将陛下的仁政在定州推行，定州有今日之成绩，全仰仗着皇恩浩荡。朕素来知道你不是贪功之人，但功就是功，有功之臣，朕必定重赏。朕封你为地官府小司徒上大夫，赏黄金100两，锦缎20匹。快谢恩呐！谢恩，快！谢陛下隆恩。还有啊，即日起，你要将治理定州的经验总结一番，并根据各州郡的异同，商讨出适合各州郡的治理方案。朕会下令，让各州郡派官员进京，与你一同探讨学习。臣领旨。母亲，您走慢一点儿。母亲是想早些见到弟弟。广儿，广儿。母亲，你在宫里过得好吗？皇后与太子对你好不好？没什么好与不好的。如今说这些有何用？我早已习惯了。广儿，大姐好。母亲，皇后已在御花园等我们了，我们赶快去吧。去晚了，怕是要被怪罪。广儿，我们一家人就要团聚了。是啊，阿广，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，你也不用担惊受怕了。我没有担惊受怕，我在宫里过得很好。太子从没捉弄我，皇后待我也很亲厚啊。没事了，都过去了，今后都会好起来的。母亲，我们赶快走吧。别让皇后等急了。
臣父独孤伽罗参见皇后。无需多礼，起来吧。谢皇后。皇后，这么多年没见，您一点都没变。有些事情能变，有些事情却变不了。他们都长这么大了，这孩子长得倒挺像你的。我是母亲生的，自然像他。丽华，皇后面前不许无礼。无妨，咱们是旧相识，不必讲什么虚礼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渊儿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位是随国公夫人，你幼时见过，可还记得？见过随国公夫人。